杨子爱的康师傅番茄鸡蛋牛肉面，邀您观看前季回顾。就到了当年献王带人归隐的崇古了。我们是把沐尘珠找到，我们现在是胸中有龙日，脚下怒凤凤。来吧，同志们，此行凶险，切记不可莽撞，最好是隐瞒身份，谨慎行事。我要穿这身衣服，想要上个大号，是不是得费了大劲了？我叫孔雀，这就是我们寨子了。充公的事情，你们这些外地人不要打听。献王是古滇国时期的一代巫王，手段诡异毒辣。这件实在是太邪了。就算把咱摸金的老祖宗请来，也是无从下手。什么情况？这人怎么有个飞机残骸啊？你早晚有一天你背着外公就拿当地炮弹给你辐射了，你信不信？只差一步之遥。真没想到，一个边陲小王竟能把自己的陵墓盖在与世隔绝的风水秘境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只有先找到沐尘珠，才回寨子里去跟他们解释。今天我要用你们的血来击败山神。我是跟着他们3户外族人，看哪个都难活。人点烛，鬼吹灯，堪舆倒斗逆兴风。青铜果，面子光，八字不应，勿靠近。胖子，再往下点儿！什么海山？啊！风从西来，故主要在西。咱们要想解开沐尘珠之谜，就必须得去一趟西藏。把门带上。同样的酒店房间，更便宜的价格，不怕比价的同城旅行邀你收看《昆仑神宫》。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，顶配保护，美赞陈兰珍邀请您观看《昆仑神宫》。超长续航轻松200公里，雅迪冠能3邀您观看《昆仑神宫》。接上回，胡八一师里阳王胖子为解除身上的红斑诅咒，不惜直闯云南献王墓，历尽艰险，终于找到解除诅咒的关键线索——沐尘珠。但这沐尘珠到手后，却无人知晓用法。此时，陈教授病情加重，生命垂危。一筹莫展之际，胡八一想起他在昆仑山当兵时的一段奇特的经历，恍觉沐尘珠好似和昆仑魔国鬼母有着某种联系。面对充满无数未知危险的神秘雪山，胡八一当即决定赶赴昆仑，一探究竟。这颗奇特的沐尘珠到底源自何处？其中又隐藏了什么样的惊天之谜呀？你在哪儿？干嘛？干嘛？
哪一黑猫窜出去了？好家伙，吓我这一跳！我跟你说，老胡啊，这要出远门了，见着黑猫可不吉利。东西我准备好了啊。哎，老胡，你说咱是不是倒霉催的啊？好不容易去趟云南找着木尘珠了，愣不知道怎么使啊！哇，这马上要去昆仑了，这冰天雪。哎，你地图哪去了？啊？我是不是在书架上？老胡，你看见没有？啊？哎，你帮我找找啊！哪儿啊？胖子，胖子！胖子，要死了！嘛？别作了，要不你回头。老金呢？怎么还没回来？这人呢？下去看看。哎，干嘛去？姐，这还您了啊！哎，得放着吧。来瓶酸奶。师傅，来俩包子。你这姜卖完了，您倒是想着进货呀？啊，谁家炒菜不吃姜啊？嘛呢，姐？怎么茬啊？买个姜买这么多？你说，你赶紧进货听见没有？真急了，我能不着急吗？你这不邪了门了吗？这市场我来回转了8趟了，哎，就没有一家还有姜的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市场也给买空了？要么怎么说邪门呢？知道谁干的？我扫听了一圈，都说呀，是一带蛤蟆精穿西服，小头锃光瓦亮，比我这假的还像假的这么一主。他把东单、西单、朝内、崇文门所有菜市场的生姜都给包圆了。啊？这不跟咱杠着呢吗？哎，而且这小子还开了一辆黑色皇冠。皇冠车在北京城可不常见。开着高级小轿车来买生姜，这事儿听着他蹊跷啊！不是蹊跷，压就是成亲的。金糕来点儿。哎，挺好，来5毛钱的。行。哎，您掏谁的兜啊？这是？用您点钱，成您那样。胡爷，咱这700斤生姜现在还差200来斤呢，怎么办呀？啊，先回去再商量吧。得嘞，咱先回去。慢走啊！哎，钱包给我嘿。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物质吗？哦，是的，有一些。从检测结果来看呢，木尘珠里的微量辐射物质非常奇特，我们暂时不能确认它的成分，但是这个珠子里面好像还有一层内核，里面蕴藏着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巨大能量。不过，可能需要在特定条件下才能把它激活。孙教授倒是有一个想法，他怀疑这颗珠子可能是一颗地外陨石。陨石？你刚才说它的内核有巨大的能量，那如何才能被激发呢？被激发以后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？这个
我可就不知道了。不过，倒是有另一种说法：打破物质的正负中和结构，物质的能量就会被激发。但是在这样的转换当中是非常不稳定的，因为一旦物质里的正负结构相冲突，就会形成逆向冲击，造成毁灭性的后果。毁灭性的后果？比如说，像是电池，一旦极性反接，就会造成器械烧毁，甚至燃爆。所以，杨小姐，请你一定要小心啊！你丫是不是把咱打生姜去昆仑这个说漏嘴说出去了？哎，您可别怨我啊！我是那嘴上不把门的人吗？咱交流不是1天2天了。哎，不是那。来瓶汽水。因为咱这边的是一黑色皇冠，是这个吗？哎，小西服，大背头，蛤蟆镜。吴生你好，我係阿東啊，不知道3位有没有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啊？哎，那姜就让他给买走了，是你不是？吴生啊，我们老板想请您过去聊点事情啊。你们老板谁啊？我们是你们想请就能请得动的。哼，是这样啊，我们老板啊是真心想和3位谈桩生意，啊，至于姜的问题啊，大家去了就知道了。来这边请啊。几位坐一下。哎好。等休息哦，我去请一下我老板了。姐，还嘛呢？看，好东西真不少哎。这里面都是好东西吧？你看还有金块呢。哎，老姐，这值钱不这？值钱吗？啊，我跟您说，这里边的东西随便拿出1件扔到潘端园，都能震倒一大片。是吗？青铜的。哟，姐，我要没打眼的话，这是唐代的歌谣吧？哎，您这眼力见长啊！还行。您怎么不说这是秦代的呀？秦代的歌谣，秦的染词花，秦代有瓷器吗？这宋代的歌谣啊！老姐，这还有外国瓷器呢。这是澡堂子吧？这都不穿衣服，这个。我说瞧你们俩没见过世面那，不错啊。行，这看多了算流氓罪，看会儿。好，来，看。哎，您就别在这过瘾了，你还看什么呀？你这人。几位准备的茶饮肉脯，我们马上就来。辛苦啊！哎，东西还真不少啊，这还准备的。您这什么这国谱的这个？哎，老金你尝尝这，就这，没见过。几位慢用。哎，好，谢谢。二辉啊，我看这猫也不像什么名窑出来的东西，您怎么对它感兴趣？是吧？瞅见没有，13根啊？这应该就是背诗人家里专供的13须梨花猫。背诗人？是干嘛的？就是古代的一种盗墓的行当，这些人家里都供着这种瓷猫。人家这行当的规矩是必须反着身进棺材，摸着什么算什么，但有一点，绝不能面朝尸体，所以才叫背诗。那合着这家人跟咱一样。胡拜是吧？哎，久仰。你好，我叫雷显明。来，坐。大家自己人，就不用客气了，叫我明叔就好。我来自香港，
全香港人都知道我明叔做生意是最讲信用的。我以为找我们有什么大事呢，一看您这一屋子东西，我们就别献丑了。您呢也别客气，有话直说。胡老弟真的是爽快人。你们那个什么猪啊？牧尘猪找到了吗？我请三位来是很有诚意跟你们做买卖的。既然大家都是去昆仑，何不一起搭个班呢？去昆仑就去昆仑呗，你买那么多生姜干嘛呀？啊，我叫王凯旋，你也可以叫我胖爷。潘爷就别考我了。昆仑山上面冰块都冻了1000万余年，一般的工具是凿不开，跟这个西山是一无相无，米处都可以敷些夯土，啊，把这个浆机涂在这个凿边工具上，这个挖冰啊，就像切豆腐一样。郑爷，我这儿多问一句，您说您都趁这么大的身家了，干嘛还非要上昆仑呀？说来话长，不如大家留下来吃个便饭，慢慢聊。肺属金，肾属水，补肾益肺金水宝，补肾益肺金水宝，邀您继续观看昆仑神功。别客气啊，我请了老莫餐厅的厨师老莫儿，那儿做的罐焖牛肉那地道，炸猪排是吧？奶油口大胖，这老莫最棒的菜。明叔是吧？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，不客气了。来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啊。那面包给我来。接。来，有什么直说吧。啊，你说我们吃。说来惭愧。来这吃这。哎。好吃的。哎呀，来，我年少虚忽，没有机会在父母膝前尽孝。不过，我最近终于打听到了，先父生前就要去过的地方，就是昆仑山里的九层妖楼。九层妖楼。我妈妈生前一直有个希望，就是夫妻合葬，所以你就想把你爸从这刨出来是吧？还要带回来。阿东，朱黑，这画是一老物件吧？啊？落霞犀牛图，二惠，这可是宋代的真迹呀！开元天宝仪式里有所记载，杨贵妃韩愈孝属润肺，说的就是这块。日寒呢，是不是跟口寒差不多？别露怯行吗？那死人嘴里含的才叫口寒呢。吴老爹，只要你答应同我一起去昆仑，这些都是你的。这不，您想您满屋子宝贝呢，就把这俩人给我们，对。儿子，那这样吧，只要能一起去，回来之后，除了2件宝贝以外，我这里所有的古玩，你们都可以随便挑。这我看还差不多。我后来想，咱本来都要去，这正好有一赞助的，多好啊！呀，知道那儿有多危险？
不是问些什么，就带着这旅游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吃你的！哎，谢谢您请我们这顿饭啊，特别好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撤了。这宝贝呢，你赶紧收起来，搁这碰着啊，我们还真赔不起。金爷，胖子，好吧，别就我，哎，别，哎，我炸猪排还没吃呢，我那行，哎，那行，咱回来再聊啊。不是老胡，好，哎，老胡，胡老弟，哎，我这你聽過古拉羅演員嗎？什麼？一個披着了魔國首代鬼母木的長袍图。要我说呀，那明叔那人看着大方，其实是一小心眼儿。那经书竟然咱看了一眼，他就给收起来了，好嘛，跟藏什么宝贝似的。也不知道那经书是真的假的。要我说，就是一大衣柜不完把手，抠门儿。可不，我查过了，明叔的那本经卷，确实是3个月前从一个海外的拍卖行拍出的，各种交易的信息呢也都有记录。据说这本经卷是50年前由一个国外的探险队在一个藏经洞里挖出来的，据考证，确实是魔国彝族所著，可信度极高。10几年前我在昆仑山当兵的时候，曾经在大凤凰寺见过魔国末代鬼母的墓。那里边的壁画和献王墓里边的极其相似，所以我觉得这木尘珠跟魔国一定有某种非常紧密的联系。假如明叔的这本经卷里面记载的9层妖楼确实是魔国的首代鬼母墓，也就是说，里面肯定会有很多关于魔国的起源。如果我们能够找到9层妖楼的话，说不定会帮助我们破解木尘珠的秘密。哎，那经卷是一地图是吗？你们可以这么理解，在懂风水的眼里看来，经卷中古拉罗银眼的定位，就是寻找9层妖楼的目标示意图。如果我们能顺利找到9层妖楼的话，那儿的线索一定会比大凤凰寺还要多。要不这样吧，姐，怎么着？明天你去找趟明叔，就说这买卖咱们谈了。得嘞。这是我准备的物资清单，你看看还少什么？一部分我已经让人从海外空运过来了，另一部分就要麻烦金爷帮忙准备了。那没问题。至于生姜，如果跟明叔合作，我想那榨出来的姜汁也足够用了，放心吧。放心，我没想到你都想得到，我能不放心吗？啊？哎，金爷啊，你说这事儿是杨参谋长办的妥当呢，还是他们俩本来就心有灵犀？不是爸，这么是非的话，您非让我说出来，有这么一词儿啊，心照不宣。要不说您说合适的。你俩有病吧？在这贱不嗖的干嘛呢？我说你织这是什么呀？啊，围脖还是袜子？给谁织的呀？裤衩。不是，这不要去昆仑了吗？我怕你冻着，给你织了一红裤衩。哎，我觉得挺适合你的。哎，正好比了比。你俩有病吗？不嫌扎的。不，喂，这玩意儿穿时间长了就磨平了。等物资到齐了，咱们就准备出发。10天吧，10天以后，你和胖子带着明叔在石泉河和我会合，一定要轻装。那你呢？我得先去找人。谁呀？其实关于魔国的事儿，很少有正式的历史记载，只有西域的天授唱诗人所唱的《无敌宝珠大王五旬诗篇》里才有相关的细节。我这次去，就是打听一下这方面的线索。
是能够通晓西域古事记的人。这种人的能力啊，不是师传徒父传子，而是突然生了一场大病以后，就有了能够唱诵千万字诗篇的能力，称之为天授唱诗人。这么玄乎呢？啊，袁老胡，你还认识这种人？我确实有一个这样的朋友。我们存在，你在，我在，命运不由别人主宰，波澜不惊，当风来，秘密被揭开，人生现在才，曾经那些事尘封了历史，江湖在哪里？以代价如歌，小心翼翼却被推进漩涡，大刀阔斧从来是你奈我何？是谁成心成仙成魔，成为或不可成为，成功成本成绩，成交梦想成真，是乘风破浪还是要走向西城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可能是我猜不透。分久必合，合久也必然会分，但是分百分10分则死，合则生。分析分工分享分别，齐心战昆仑，天机不可泄露，这会是你猜不透。